奥地利媒体标准报对2025年上海国际车展开展前一天进行了报道。目前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槛很高，因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了所谓反对中国政府补贴的特别关税。同时，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能源昂贵，充电基础设施不足，加上电动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以及德国媒体唱衰电动车。最后不容忽视的是，德国人相当守旧，对德国车的态度像鸡肋。总体而言，导致德国人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偏低。但时代是向前发展的，不进则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同属德语区奥地利标准报的报道以及网友们的评论。中国如何推动其电动汽车革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将轻松突破50%大关。汽油时代已成往事，本周三开幕的上海国际车展上，电动化创新成为绝对主角。其实这早已不是新鲜事，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领跑全球已经多年。本届上海车展预计将发布超100款新车，其中大部分为电动车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心十足地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将轻松突破50%大关。燃油车在中国道路上正快速失去市场份额，这背后的驱动力何在？政策护航与技术革新。电动出行的崛起源于政策引导与政府扶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家崔东树指出，中国电价低廉而油价高企的能源结构为转型提供了天然优势。过去10年间，政府持续通过购车补贴推动电动车普及，尽管直接现金补贴已逐步退出，但税收优惠政策仍在持续发力。配图说明，在苏州港等待装船出口到拉丁美洲的电动汽车队列。至2025年底，新能源汽车仍可享受10%购置税减免。各城市通过绿色车牌优先上牌政策为新能源车开绿灯。更关键的是，国家通过双积分的政策，强制要求车企必须生产逐年递增的新能源及混动车型。这套组合拳成效显著。2024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攀升至47%，较2023年的31.6%实现跨越式增长。与此同时，充电桩网络、换电站体系以及电池回收产业链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布局。惨烈的价格绞杀战，这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特斯拉2020年国产化如同一剂鲶鱼效应，倒逼中国车企开启创新加速度，产品迭代周期缩短，成本控制能力跃升。瑞银分析师孔明指出，如今中国电动车均价仅为欧美市场的一半，代价是行业陷入持续3年的价格绞杀战。仅最近一轮，几乎所有头部车企再度祭出降价或购车优惠，恶性循环随之显现，利润率下跌，亏本，产能利用率不足，破产潮开始席卷行业。2024年成为造车新势力的生死年。百度与吉利联姻的极越品牌上市月余便黯然退场，高和汽车停产风波未平，拜腾、威马、博君等昔日明星企业接连爆雷，留下维权无门的车主与沦为电子废铁的智能汽车。分析师预警，这场残酷的淘汰赛远未落幕，中国品牌正在超车道上加速前进。深圳的比亚迪是其中的明显赢家之一。凭借价格实惠的电动车型，该公司精准契合了大众市场需求。2025年第一季度，比亚迪在中国市场销售近70万辆纯电动车及插电混合动力型汽车，市场份额达到约29%，超过了紧随其后的4大竞争对手的总和。比亚迪不仅超越了特斯拉，更超越了传统燃油车领域的市场主导者。理想汽车也在强劲增长。这家 SUV 专家在高端市场中依赖所谓的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凭借这一理念，该公司在2024年的销售额实现了翻番，目前已实现盈利。拥有极氪和领克等品牌的吉利也是新兴品牌之一。与此同时，
中国品牌也日益放眼海外，例如在德国就有比亚迪、蔚来等品牌。此外，中国制造商正在进军南美和东南亚，但由于担心中国廉价汽车大量涌入，欧盟乃至中国的亲密伙伴俄罗斯都加强了贸易壁垒。因此，专家们表示，今年北京的电动汽车出口增长可能会放缓。小鹏汽车也是比较知名的厂商之一，在我们的纬度地区，该公司主要因其出租无人机开发而闻名。市场不断涌现新的竞争者，大型科技公司也在搅动中国市场的格局。以智能手机闻名的小米公司于2024年成功推出了其首款电动轿车 SU7。小米主打高性价比科技路线，华为也积极布局，目前已向至少7家汽车制造商提供软件技术支持。在华为门店里，汽车产品与智能手机并排陈列展示。相比之下，外国制造商正面临巨大压力，他们的电动车型往往只能扮演配角角色。汽车行业专家钟师指出，德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持续衰退与其自身不足密切相关。德系车肯定能在中国保持一定市场份额，但这取决于谁能胜出，是大众还是宝马和奔驰。他强调道，在众多消费者眼中，大众、宝马和奔驰等品牌有时显得保守传统。汽车制造商正在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国消费者的核心需求，智能互联和数字化座舱及装在轮子上的智能手机已成为市场新宠。分析师龚涛建议跨国企业不应再将中国单纯视为生产基地，而应作为全球研发中心。他认为，若能将品牌信任度与在中国本土研发的最新技术相结合，这些企业将获得独特优势。随着 SU7 的推出，电子巨头小米也正式加入了这场新能源汽车的角逐。营销宣传需审慎规范。在电动车热潮之后，自动驾驶技术正成为新的关注焦点。3月底，一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小米汽车发生致命事故，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撞击水泥隔离墩后起火，造成3名乘客遇难。这一事件在中国引发了关于电动驾驶系统安全性的激烈讨论。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已明确要求制造商不得过度夸大辅助驾驶系统的实际能力。根据最新规定，禁止在营销宣传中使用自动驾驶这一表述。行业预测显示，到2026年，中国市场销售的新车中将有超过60%为电动汽车。好，朋友们，现在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你们敢公布德国品牌目前的销售数据吗？这是一场血腥屠杀，太少太晚了。不幸的是，我们在奥地利也会非常痛苦地感受到这一点。下一则，尽管广告宣传力度巨大，但2024年比亚迪销量只有1400辆，大众汽车正在加班加点生产燃油车。继续往下，关于中国电动车50%的比例，根据中国的统计，这还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这些车辆可以纯电动行驶短距离，通常为30到100公里。对于较长的距离，仍需使用配备的内燃机。仅出于完整性考虑，但50%电动车比例这个数字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再往下，好笑，谁可以确认中国的数据？据德国专业媒体报道，大多数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产能利用率仅为50%或更低，但为了经济的运营，即使在德国也需要70%的产能利用率。下一则，中国的插电式混动汽车通常具有更长的续航里程，而且越来越多的是带有增程器的电动汽车。这种形式的车在德国不存在。领跑汽车 C11 的增程器版本甚至配备了48千瓦时的电池，在德国的一些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甚至都更小。继续往下。3月份，中国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32%，在欧洲，2024年这一比例为13.6%。再往下，对的，至于政府补贴，他们现在政府补贴比我们欧洲还少。
直接购买优惠已不复存在，但在许多欧盟国家仍然存在。与汽车相关的保险税等税收减免仍然有效。因此，在这里谈论中国大规模补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价格战比欧洲要激烈得多。许多新公司或技术上无法跟上的公司最终破产。与我们不同的是，中国有无数的汽车制造商，也有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新兴企业，而欧洲只有老牌品牌在捍卫自己的市场，忘记跟上了进步的步伐。中国对汽车制造商的保护力度不如欧盟。下一则，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说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最终需要像中国那样的条件，以便推广电动汽车。第一个原因，廉价煤炭电力65。第二，员工每年有5天假期。第三，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4小时。第四，周末也可以工作。第五，大规模产业补贴，鼓励新企业涌现。第七，无需冗长的行业审批程序。第八，大规模发展核能，这样我们就不会执着于燃油车了。德国知识补充一下，他说的第一点，廉价煤炭电力65，这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许是1度电65欧分吧，也就是人民币5块多钱。知识跟贴，在中国，人们每周工作58小时，月收入为500到1000欧元，那里的能源比奥地利便宜。对中国人，那里的能源其实并不便宜。继续往下。第一，在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也被视为电动汽车。第二，例如在奥地利，上届政府愚蠢的没有限制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电价以及汽车补贴，从而导致电动汽车的运行成本高于燃油车。但我能说什么呢？绿党参与执政，你懂的。下一则。这比中国政府在2018年设定的目标提前了5年。当时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中国一半交通工具的电气化。继续往下。注意，新上牌汽车辆不等于总量，但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再往下。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宁德时代昨天推出了3项新的电池研发成果。第一，第2代神星电池，12系充电速度。第二 ，Maxtra 电池，一种钠电池，存储密度为每公斤175 Wh， 充电速度为5系，防火、耐寒，可进行1万次充电。第三 ，Freevoy 电池，一种由刀片电池和 NMC 电池组成的混合电池，在3米轴距上具有180千瓦时的巨大存储容量。根据 CLTC 的说法，续航里程可达1500公里。钠电池的批量生产将于2025年12月开始，研发速度极快，这也是中国工业的突出优势。下一则 ，Northvolt 已经证明，要赶上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扩大规模是多么困难，投资了150亿欧元，最后产量只有计划的1%，因为没有掌握电池生产技术。继续往下，这并不完全错误，但如果中国人的月收入为500到1000欧元，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均水平，那么花费1万到2万欧元购买一辆汽车并不容易。在德国，比亚迪2024年尽管广告宣传力度巨大，但仍然只售出了1400辆。中国境外有哪些可以赚取外汇的市场？德国、北欧、美国。美国市场似乎正在丢失，而电动汽车还没有真正到达欧洲。这里的能源和基础设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很少有人拥有4万到10万欧元的闲钱。我仍然看到许多企业破产，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人说，大众汽车正在加班生产，但只生产燃油车。许多像我的女儿一样的老人，60多岁了，不想要电脑车。在欧盟4大市场中的3个国家占据了上牌量的2/3，德国、比利时、荷兰。在法国，市场停滞不前，萎缩了半个点。欧洲其他地区几乎不存在电动汽车市场。下一则，
有人问，中国以外的电动汽车市场在哪里？巴西、印尼、泰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在那些国家购买中国燃油车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的性价比比欧洲燃油车更高。缓慢但确实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尤其是大众汽车，它面临着被挤回到欧洲本土市场的威胁。那里似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退休老人，他们喜欢驾驶像以前一样的汽车。继续往下，德国和欧洲的汽车行业可以这样做好思想准备：只有真正富人才能买得起燃油车，作为周末旅行的身份象征。瑞士钟表行业成功成为顶级投资，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适合燃油汽车。再往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目前被炒作得相当厉害，尤其是在价格和充电曲线方面。但当前德国市场上实际能买到的中国电动车，无论是在续航里程、充电性能还是软件系统方面，都难以令人信服。在技术上，既无法与韩国竞争对手匹敌，也无法与其他欧洲产品抗衡。而厂商的宣传承诺，我暂时是不会买账的。我想，我还会继续开我的 EQE 很久，直到市场上真正出现明显更优秀的产品为止。再往下，顺便说一下，我对中国汽车持怀疑态度，原因有几个。然而，我最近驾驶了一辆大型比亚迪汽车，然后想到，欧洲制造商确实必须要加把劲了。也就是说，在质量和设计方面也是如此。我很好奇，比亚迪的寿命和服务如何？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欧洲汽车业更倾向于依赖带有照明化妆镜的燃油车，以便能够从后视镜看看自己是如何被中国蔚来所超越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们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其他电动汽车行业相比较有什么感想？请在下面留言。好，我们下期见。